我们经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厂家宣称自己在全固态锂电池上有所突破。今年年初，丰田就号称在全固态电池上有所突破，预计2025年会量产全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全固态电池它目前的现状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这是我们本次讲解的目录，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跳转到对应章节进行观看，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当前进展和挑战。在介绍固态锂离子电池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液态锂离子电池。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锂离子电池的原理。这是各种物质的标准电极电势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锂的电极电势是负 3.04 伏，锂有着相对较高的电极电势。所以锂离子电池的工作电压通常在 3.6 伏到 3.7 伏之间，锂相对较高的电极电位，表明锂元素有着非常强的还原能力。其次，锂金属是最轻的金属，所以锂离子电池有着非常高的能量密度。锂的第一电离能相对较低，为 520.2 千焦每摩尔，这表示锂非常容易失去最外层电子。我们继续讲锂电池的原理。锂电池的原理第二步。这是液态锂离子电池的一个示意图，正极材料是钴酸锂，负极材料是石墨。这是电解质，当前电池处于零电量状态。接下来我们给电池充电，我们接入外接电源，这是正极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因为锂原子非常容易失去最外层电子，所以我们这个化学反应是锂失去了电子，并产生了锂离子。这个反应是可逆反应，接入外接电源后，电子受到外接电场力作用，源源不断的从正极往负极移动，从而打破了这个化学平衡。钴酸锂不断析出锂离子，而电子不断从正极往负极移动。这个蓝色的是电子，绿色的是锂离子。锂离子电池的原理第三步，流入负极的电子被嵌入石墨晶格中。同时，正极析出的锂离子受电场力和浓度渗透压的影响，不断往负极移动。这是充电时负极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因为锂离子和电子不断的流入负极，促使该反应往这个方向移动。参加负极反应的锂离子，一部分来自于电解液，一部分来自正极析出的锂离子。因为电解液含有锂离子，当石墨晶格大部分充满了电子和锂离子，如果我们继续给电池充电，锂离子和电子来不及嵌入石墨，锂离子和电子会直接结合生成金属锂，这就是锂沉积。接下来我们来看放电状态。当我们通过外接电路把电池的正极和负极连接起来，因为正极和负极存在天然的电子差，所以负极的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源源不断的往正极流动，促使整个化学反应往这个方向移动。这样正极源源不断的吸出锂离子，锂离子受电场力和渗透压的影响，会从负极往正极移动。对于正极，因为锂离子和电子的不断累积，促使了整个化学反应往这个方向移动。锂离子被嵌入了钴酸锂之中。参加正极化学反应的锂离子，一部分来自于电解液，一部分来自于负极往正极移动的锂离子。当正极材料大部分嵌合完锂时，此时正极嵌入锂的能力不足，锂离子和电子就会直接结合，产生锂沉积。所以深度放电时有可能导致锂沉积的产生，而过充也会导致锂沉积的产生。这幅图展示了正极嵌入锂离子的过程。锂离子电池的结构，这是圆柱形锂离子电池的结构。蓝色的是正极，绿色的是隔膜，黄色的是负极，然后这个红色的也是隔膜，这里应该还有一层正极。正极、隔膜和负极都是薄膜形状，绕着圆柱中心一圈圈卷起来，就形成了我们圆柱形电池的框架。隔膜和电极中间是液态电解质，这是正极盖板，这是负极盖板，用来汇集正负极的电流。最外面一圈是绝缘层，用来防止电池漏电。这是排气孔，用来排出电解质化学反应中产生的气体，从而防止电池鼓包。
这是目前商用锂离子电池的主要形状。这是圆柱电池，磷酸铁锂是正极材料，磷酸铁锂涂附在铝箔上形成正极，石墨涂附在铜箔上形成负极。这是方形锂电池，负极、隔膜、正极一层层堆叠起来，最终形成了方形电子包。这是纽扣型锂电池，古黄色的是石墨负极，绿色的是隔膜，淡黄色的是正极。这是卵包电池的结构，内部也是负极、隔膜、正极这样依次堆叠起来的。目前这些电芯电极都是并联状态，所以输出电压一般都是 3.6 到 3.7 伏左右。随着堆叠电极的层数增加，电池的容量会增大。这是目前电动车上使用的圆柱形电芯，18650电芯是目前特斯拉的主流电芯，4680圆柱形电池是特斯拉研制的下一代电芯。这是宁德时代的方形电芯，这是卵包电芯。圆柱形电芯一致性好，生产成本较低，而且有着较高的机械强度。缺点就是质量密度和体积密度较小。方形电子包能量密度和体积密度较高，但是制造成本高，一致性较差。卵包电子包使用铝塑膜作为外壳，这使得卵包电子包更轻。卵包电子包可以设计成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可以满足各种应用场景。它的缺点就是使用时要对卵包电池进行良好的保护，否则很容易产生机械损伤，导致电芯失效。同时，卵包电子包的生产工艺较为复杂，所以成本也比较高。液态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材料，液态锂离子电池主要有4部分组成，分别是电解液、负极材料、正极材料和隔膜。电解液又分成3个部分，分别是溶剂、溶质和添加剂。这是当前主流的溶剂材料。ECPC 有着高的介电常数，可以提高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EMC 和 DEC 可以降低电解液的粘度，提高离子迁移速度，同时也能提升锂电池的低温性能。这是目前常见的溶剂组合，这是目前常见的电解液溶质材料，它们都是锂盐，主要用来提供锂离子。目前主流的添加剂有 VC、FEC 和 PS。添加剂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电解液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负极材料一般为天然石墨或者人工石墨。目前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理论比容量大概是372毫安时每克，锂金属固态电池的理论比容量大概是3860毫安时每克，大概是液态锂离子电池的10倍，但这仅仅是理论值，实际值跟这个值相差甚远。这是目前主流的正极材料，分别是钴酸锂、锰酸锂、单元锂 NCM、单元锂 NCA、磷酸铁锂。我们一般用正极材料来区分锂离子电池的种类。目前常用的锂离子电池有磷酸铁锂、单元锂 NCM 等等。这是目前主流的隔膜材料 PE 和 PP。隔膜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隔绝电子，导通离子。液态锂离子电池的主要缺陷，首先是液态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现在还非常低。目前3元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大概是200到250瓦时每千克，而磷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大概是140瓦时每千克。目前主流电动车的城市续航大概是450千米，而高速续航大概是320千米。这是目前主流电动车的100公里电耗表。我们来看一下日产 Leaf 这辆车，这辆车搭载40度的电池，按照这个100公里电耗，这辆车的续航里程不会超过400公里。所以里程焦虑是目前电动车的核心问题之一。最后在冬季时，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会明显的衰减。这是目前主流电动车的冬季续航里程和常温续航里程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冬季时大部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会衰减 20% 以上。像大众 ID.4 这款车，它的冬季续航里程会衰减 46%， 冬季续航里程的下降也会加重客户的里程焦虑。目前电动车里程焦虑的主要原因是液态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过低。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缺陷第2部分。目前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充电速度很慢，
客户有着严重的续航焦虑。目前主流的快充站，它的输出功率大概是150千瓦左右，需要30分钟才能充满75千瓦时的电池。75千瓦时电池包是 Model 3目前配置的最大的电池包。电池包快充会导致过热和里程机，电池包过热和里程机会严重影响电池包的寿命，甚至导致热失控。下面2幅图显示的是特斯拉快充站的充电起火事故，显示了快充的危险性。目前已经发现多起因为快充导致的锂电池着火事件。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缺陷，第3部分。目前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还是不足的，在高温和过充时很容易引起火灾。这里显示了多起锂离子电池高温自燃的事故，显示出了锂离子电池在高温时安全性的严重不足。这是2起锂离子电池室内充电着火的事故，显示出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时仍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里程机和锂晶枝，里程机我们前面提到过了，快充时很容易导致里程机现象的产生。当锂离子无法正常嵌入负极时，它就会在负极表面获得电子，从而生成金属锂，这就是里程机现象。锂离子倾向于沉积在电子负极的区域，例如负极表面的凸起部分。这种优先在电子负极的区域沉积的现象，我们称之为锂晶枝。这是里程机和锂晶枝现象的高清图片。这一层是里程基层，沿着里程基层的凸起不断生长的就是锂晶枝。后面的锂离子会优先沉积到锂金属凸起的外表面，从而引起锂资晶的不断生长。这是锂资晶不断生长的照片。锂资晶越生长，会越靠近正极，越靠近正极，锂离子浓度越高，会不断促进锂晶枝的生长。锂晶枝的生长会导致锂电池的短路，从而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是热失控时锂资晶和负反应的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热失控时里程机和锂资晶现象都会发生。同时，热失控的负反应会产生大量的可燃气体，所以热失控是非常危险的。针对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热失控，我们后面有一节会进行专门的分析。影响里程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里程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锂离子无法及时的嵌入负极，从而与电子结合生成金属锂。第一个影响因素是低温充电。低温时，锂离子的扩散速度会下降，尤其是锂离子在石墨中的扩散速度会下降，从而减缓了锂离子嵌入石墨的速度。如果此时的充电电流很大，锂离子来不及嵌合，就会跟电子结合成金属锂，从而导致了里程机。所以我们一定要限制低温充电的电流，低温充电电流过大会导致严重的里程机。第二个影响因素，高倍率充电，也就是快充。快充时，大量的锂离子会迁移到电池负极，如果负极无法及时的嵌合，就会产生里程机。第3个因素，正极和负极的涂层量不匹配，比如正极材料多，负极材料少，这样一部分正极的锂离子是无法嵌合到负极的，从而会引起里程机。第4个因素，电极的湿润性不好，这里主要指负极的湿润性。一旦电解液和负极没有良好的接触，锂离子就无法及时的嵌入石墨中，就很有可能从碳化锂中获得电子，从而沉积成金属锂。第5个因素是深度放电。深度放电时，由于正极大部分区域已经被嵌入锂离子，导致锂离子的嵌入速度下降，从而影响了锂离子的迁移速率。锂离子迁移速度下降，就很有可能在负极获得电子，从而沉积成金属锂。第6个因素，负极石墨材料涂覆不均匀，这样锂离子可以直接接触到铜箔，锂离子从铜箔获得电子，从而沉积成金属锂。前面我们分析过，锂资晶是非常危险的。
这两幅图显示的是抑制锂资金生长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在电解液中添加镁盐，锂离子和镁离子同时沉积在负极表面，锂和镁会发生电化学反应，生成一种锂镁合金。锂镁合金较为致密，从而抑制了锂资金的生长。这里显示了锂资金生长时可能产生电化学反应，导致锂资金断裂，从而形成实锂。这部分实锂会导致锂电池的微短路。锂一旦沉积成锂金属之后，就很难参与锂电池的电化学反应，从而导致锂电池容量的衰减。第二种方法是采用涂层工艺，通过涂层工艺让锂离子均匀的沉积，较为光滑的锂沉积表面就会抑制锂晶枝的生长。要抑制锂沉积现象，我们还是要从供电、放电和锂离子生产制造的工艺来改善。这是一个电子包过热导致热失控的案例。一个电子包着火会触发整包的热失控，此时热失控发生了。我们可以看出，热失控类似一种爆炸反应，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所以电子包热失控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故。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热失控过程介绍，我们以 0.5C 过充触发的热失控为例，来介绍整个热失控的过程。第一步是正常充电过程，此时的表现是电池的端电压上升。这条黑色曲线是电压曲线，这条粉色的曲线是温度曲线。热失控第一阶段温度保持不变，但电压会持续上升。这是热失控的第二步，此时会产生锂沉积和负反应。下面4个是负反应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沉积的锂会跟 SEI 层发生反应，产生可燃气体。沉积锂会跟电解液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可燃气体。第二步，电池端电压保持持续上升，但是电池温度只是缓慢上升。此时电池升温的主要原因是负反应产生的化学能。第三步，锂持续的沉积 ，SEI 层会增长，同时电解液开始加速分解。因为 SEI 层的持续增长，沉积锂跟电解液的接触减少，所以抑制了锂跟电解液的化学反应。但是第三步中，电解液的分解加速了。电解液是碳氢化合物，它分解会直接产生可燃气体。热失控第4步，电解液持续的分解和 SEI 层的分解和再生。SEI 层分解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所示。分析这个化学反应式，我们可以发现 SEI 层分解会产生氧化剂。第4步，锂资金会持续的增长，电池电压持续下降，同时电池温度持续上升。热失控第5步，因为锂资金的持续增长，锂电池正负极发生短路，而同时前4步电解液产生了大量的可燃气体和氧化剂，被锂资金短路点燃后，氧化剂与燃料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因为电解液本身是可燃的，负极是石墨也是可燃的，正极在高温时会跟电解液发生化学反应，这个化学反应也是剧烈的放热反应，同时会产生氧化剂。所以在热失控第5步时，不光锂电池正负极的电能被释放出来了，同时电解液正极和负极的化学能也被释放出来了。电池本体它是一个密闭空间，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锂电池热失控最终会演化成一个爆炸反应。液态电解液和锂沉积是热失控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第5步时，电池的温度急剧的上升。目前主流的液态电解质它多为可燃物质，这对锂电池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液体电解质可燃且高温化学性质不稳定，严重的影响了电池的安全性，所以不易燃且高温化学性质稳定的固态电解质慢慢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种采用固态电解质的电池也叫全固态锂电池。我们来看一下理想的全固态电池它有哪些优点。第一点，高安全性，固态电解质不易燃且化学性质稳定。第二点，更高的能量密度，金属锂可以用作锂电池阳极，这种锂金属固态电池它的理论比容量可以达到3860毫安时每克。第三点，更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固态电解质可以在更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的化学性质。第四点，降低了电解质泄漏的风险。
采用固体电解质就不需要设计排气孔，也无需考虑电解质泄漏的风险。采用固体电解质有利于电子包的组装，可以减轻电子包外包的质量。第5点，抑制离子晶的生长。电解质变成固态之后，对比于液体电解质，离子晶穿透固体电解质相对困难，所以固体电解质能一定程度上抑制离子晶的生长。第6点，非常高的设计灵活性。全固态锂电池可以设计成各种形状，而对于液态电解质，因为我们要充分考虑它的流动特性，所以对电子包的外形设计有一定的限制。而对于全固态电池，它就没有这种限制。我们这里介绍的是理想的全固态锂电池。实际工程中我们会发现，工程化的全固态锂电池跟理想的全固态电池有着巨大的差异。当前文献中的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第一部分，因为目前全固态锂离子电池还没有量产，大多数的全固态锂离子电池还处于实验室阶段，所以我们从公开文献中来分析下当前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状态。260瓦时每千克，这是目前液态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高镍的3元锂电池就能达到260瓦时每千克的能量密度。当前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库仑效率在 99% 左右。当前采用低密度固体电解质的全固态锂电池，它的能量密度能达到155瓦时每千克。但是目前的全固态电池，它的库仑效率相对较低，最低能低至 70%。这两幅图是目前的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和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层结构和层厚度的对比。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固态电池的正负极厚度是液态电池的1半左右，但是固态电池的电解质厚度是液态电池的9倍左右。目前公开文献中很难找到全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信息，所以这些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很多都是预测值。图示的这个固态电池结构，负极用的是石墨，正极是钴酸锂，钴酸锂上有一层泥酸锂的涂层，中间的固体电解质是硫化物固体电解质。因为固体电解质的密度和厚度都比液体电解质要大很多，同时固态电池在相界面上需要做涂层处理，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固态电池的重量，所以当前全固态电池的功率密度并不理想，比液态锂电池要低很多。为什么固态电解质会这么厚呢？因为固态电解质会跟正负极反应产生相界面层，所以需要预留相界面层的厚度。为了提升固体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会添加填料和纳米纤维等物质。固体电解质要与这些物质进行充分的化学反应，需要较长的一个厚度，所以固体电解质的厚度会很厚。当前公开文献中的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第2部分，这是我们在公开文献中截取的一部分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化学配方。这一列是负极材料，负极材料有钛酸锂、石墨、金属锂。分析它们的能量密度，我们可以发现，钛酸锂的能量密度明显偏低。采用石墨负极的固态电池，它的能量密度略优于磷酸铁锂电池。采用锂金属负极的固态电池，它的能量密度接近高镍的3元锂电池。中间这部分就是固态电解质的化学成分。目前表中列出的电解质都是硫化物固体电解质。对于固态电池正极，一般都会进行涂层处理。采用涂层处理可以提高正极和固态电解质的相界面稳定性，同时提升固态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分析下这一列数据，我们会发现固态电池的循环容量衰减非常的快，过快的循环容量衰减严重的限制了固态电池的应用。当前文献中的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第3部分，这2个是文献中公开的固态电池。这个固态电池正极是钴酸锂，采用了泥酸锂进行涂层处理。固体电解质采用的是硫化磷锗锂，简称 LGPS。负极材料是金属锂，金属锂表面涂覆了 80% 质量分数的磷酸氢锂。这2条曲线是电池在 0.1C 和25摄氏度下循环的特性曲线。绿色曲线是库仑效率，可以看出到500次循环时，库仑效率仍然还是很高的，但是500个循环后，电池的比容量发生了明显的衰减。这幅图是电池的倍率特性曲线。这个电池它的负极是锂铟合金，固体电解质是贝塔硫化磷锂，
正极是硫化钼化合物，这个电池正极呈现出一种层状纳米结构，主要成分是硫化钼、碳和硫化磷锂，这是它的质量分数。硫化磷锂是电解质材料，电极材料和电解质材料进行化学合成，可以降低相界面的电阻，提高离子电导率。目前合成硫化钼电极的厚度是40微米，重量是10毫克，而固体电解质的厚度是70毫克，电解质质量是电极质量的7倍。假设密度差别不大，所以电解质厚度有280微米，这个厚度远远大于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电解质厚度。这幅图是电池在 0.1C 下的循环充放电曲线，从第一个循环到第6个循环，可以发现电池的循环容量一直在减小。这幅图是电池在 0.1C 下的循环特性曲线，蓝色的是纳米层结构电极，红色的是普通电极。分析这个曲线，我们可以发现电池的循环容量一直在衰减，200个循环电池容量将近衰减了 20%， 这是电池在不同电流下的充放电曲线。这是电池的倍率特性曲线，我们可以发现仅仅经过了50次循环，电池容量就发生了明显的衰减。当前文献中的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第4部分，这个电池它的结构是负极为金属锂，固体电解质分为2层，第一层是聚合物层，厚度为100微米，第二层为石榴石，厚度为400微米，正极材料为磷酸铁锂。这个电池使用一层聚合物电解质，主要用来提升负极的湿润性，从而提升电池的性能。该电池使用的石榴石的化学式是这个文献对比了2种不同石榴石配方对电池性能的影响。LLZT 是普通石榴石， LLZT-RLIF 是石榴石中添加 2% 质量分数的氟化锂得到的。分析这幅图可以看出，石榴石中添加了氟化锂，阻抗大幅的下降了。这2幅图是电池在不同电密下的充放电特性。分析曲线我们可以看出，添加氟化锂之后，电池的输出电压下降了。输出电压下降表示电池的能量密度下降了。这是电池的循环特性曲线。蓝色的是库仑效率。分析曲线可以发现，循环测试中，该电池保持着良好的库仑效率。但是分析电池的容量曲线，我们会发现，仅仅经过200次循环，电池容量就有了明显的衰减。前面3种电解质主要是陶石电解质，石榴石是氧化物电解质，这2种是硫化物电解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聚合物电解质固态电池的特性。这个膜是用 PEGDE 和 PEGDA 制造的，这个膜可以任意弯曲而不会损坏。我们用这种聚合物膜来组成一个固态电池，正极是磷酸铁锂，负极是金属锂，电解质就是我们这种合成的聚合物电解质。这是电池的循环特性曲线，这是工况式 0.2C 的电流，55度的温度。红色的是库仑效率曲线。分析这条曲线，我们可以发现，在电池循环测试中，电池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库仑效率。这条曲线是电池容量曲线。分析这条曲线，我们可以发现，仅仅150次循环，电池的容量就发生了明显的衰减。目前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循环寿命，这是日产利福电池包的循环寿命曲线。分析曲线我们可以发现，在最恶劣工况下，锂电池包循环3500次仍然保持 80% 的循环容量。这是特斯拉电池包容量衰减的统计数据。分析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汽车行驶25万公里后，其电池包的平均容量衰减小于 10%。注意，这是平均容量衰减，这是不同正极材料对循环容量衰减的影响对比曲线。这里显示的是温度和充电倍率对循环寿命的影响。目前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循环寿命远远高于全固态电池。当前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挑战，这是我们期望的全固态电池结构。负极使用金属锂，固态电解质的厚度很薄，整个电池的循环寿命和稳定性要非常好。第一个挑战就是提高固态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使得其离子电导率可以与液态电解质媲美。这是各种固态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关于温度的曲线。这个点为液体电解质，其离子电导率为 0.01 西门子每厘米左右。这2条虚线之间就是我们电池常用的温度范围。目前液态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比绝大多数固态电解质都要高。持续提高固体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是非常重要的。离子电导率过低会引起电池效率下降，
甚至引起锂资金的问题。第二个挑战就是研究固态电解质的锂资金生长机制，找到彻底解决符合固体电解质锂资金生长问题的解决方法。第三个挑战，解决固态电池相界面接触的问题，同时减少充放电循环中相界面接触的负反应，提升相界面接触的湿润性，提升相界面的稳定性，同时降低相界面的电阻，对提高固态电池的性能和可靠性非常有意义。这是目前固态电池中存在的相界面的示意图：阳极和固体电解质的接触面，阴极和固体电解质的接触面，阴极粒子之间的接触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晶界。电解质也有晶界的问题，固态电池中存在多种的相界面，如何对这些相界面进行改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第四个挑战，保证固体电解质在很宽的温度和电压范围内保持良好的热稳定性和电化学稳定性。第五个挑战，保证固体电解质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和柔韧性。固体电解质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可以减少电池包外包的质量，从而提高电池包的能量密度。第六个挑战，优化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加工工艺，来降低全固态电池的生产成本。目前全固态电池的生产成本非常高，完全不具备量产条件。针对这些固态电池的挑战，我们后续的章节会进行专门的介绍，欢迎大家持续关注。